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2026年，中国10省破产名单曝光。是的，你没有听错，多达10个省份被指陷入财政破产的深渊。北京中央政府似乎也要救不动了。面对这份骇人的名单，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你的家乡省份会在其中吗？而你存在银行的血汗钱真的还安全吗？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寒冬。今天，我们就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带大家深入剖析这场关系每个人钱袋子的风暴。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份传得沸沸扬扬的10省破产高风险名单。目前外界消息称，中国已有至少10个省被列为政府财政极高风险地区，从东北到西南，从内陆到沿海，名单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赫然在列，经济压力沉重。西南部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因多年大搞基建，如今债台高筑。西北内陆的甘肃、青海、宁夏等欠发达省区也未能幸免。就连富裕程度较高的自治区内蒙古一度榜上有名，虽然他最近宣布透过激进化债措施勉强退榜。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里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穷省份，还包括曾经的经济明星，例如直辖市天津，官方数据其政府债务率竟高达近3倍财政收入。重庆这座超大城市因过度投资基础建设而陷入债务泥潭。可以说，高负债风险已经从边远地区蔓延到中国的心脏地带，让中央政府都压力山大。10几个省市集体拉警报，北京再也无力一一救助，这绝非耸人听闻。那么，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为什么堂堂财大气粗的省级政府会落得如同破产边缘的境地？这还得从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模式说起。经历4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外表看似一片繁荣，但底层早已埋下隐忧。一方面，各地政府长期热衷于所谓 GDP 锦标赛，你追我赶，拼命上项目、铺摊子，以获取政绩和升迁。另一方面，支撑这场狂飙突进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大规模举债。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祭出了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4万亿投向基础建设，全国开启了一轮基建狂潮。高速公路4通8达，高铁纵横千里，城市地标遍地开花。那些年地方官员大手一挥，没钱借，明年 GDP 翻了，不就还上了？于是各地政府纷纷透过成立融资平台公司，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把未来的钱砸向当下的发展。短短几年内，地方政府债务从几万亿元飙涨到数十万亿元。看起来，举债发展似乎成了灵丹妙药，经济数据年年亮眼，高楼和公路拔地而起，官员政绩表面光鲜。然而，这背后的债务雪球却在暗中快速滚大，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到了2010年代中期，中央也开始意识到地方债务野马失控。2014年起实施新的预算法，名义上禁止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要求把债务关进笼子，只允许发行限额内的地方政府债券。许多人以为从此乱借钱的歪风会被刹住，可现实是，地方政府另辟蹊径，继续以隐性债务的方式大举融资。你不让我借，我就让我的城投公司去借，银行不给贷，我就发非标理财产品融资。于是，一条隐形的举债灰色链条遍布各地。地方融资平台发债或贷款拿钱，投入地铁、高架桥、产业园等建设。项目建成后，再以政府购买服务、保底回购等方式，用未来财政收入慢慢还债。账面上看风平浪静，但天量债务已转入地下暗流。到2022年底，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35万亿元，这还只是显性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若把那些隐匿在融资平台里的负债算上，全国地方政府实际债务可能高达66万亿，甚至更多。60几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年 GDP 的1半左右。在此情况下，不少省份仅靠自己根本无法偿还债务的利息，更别提本金。于是只好继续借新钱还旧债，
拆东墙补西墙成了常态，债务的黑洞越坠越深。各地政府却仍侥幸地认为，只要经济一直增长，土地一直能卖出高价，总有一天能把债还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泡沫。过去20年，中国地方政府有个昵称叫地主政府，因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就是卖地。政府把土地批给开发商建房，收取高额土地出让金，这笔钱往往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有了卖地收入，地方官员才能心安理得地还之前借的钱，甚至继续举债扩张。可以说，土地是地方债的抵押品，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只要房地产一片繁荣，地价房价不断上涨，政府、银行、开发商、购房者就都像坐上了同一条利益快艇。政府赚钱还债，银行放贷盈利，开发商高周转牟利，老百姓买房财富升值，看上去皆大欢喜。然而，这条快艇其实正驶向汹涌的急流暗滩，房价不可能无止境上涨，城市也不可能永远大兴土木。随着中国城镇化逐渐饱和，人口红利消退，一些地方的房地产开始供过于求。更糟糕的是，过高的房价让年轻人生不起、买不起，房子渐渐从香饽饽变成了压在家庭头顶的大山。2016年前后，政府意识到楼市疯狂带来的金融风险，开始喊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试图给楼市踩刹车。然而，地方经济对房地产过度依赖的局面已形成，稍微调控就刺破泡沫。2018年后，多数城市的房价涨势趋缓，二手房有价无市，炒房客逐渐销声匿迹。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中央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祭出3道红线融资新规，严控开发商加杠杆。失去源源不绝的新贷款输血后，一些巨型开发商资金链迅速崩断。当年9月，地产龙头恒大集团爆出2万亿巨额债务无力偿还，引发轩然大波。紧接着，多家房企相继爆雷，全国各地烂尾楼遍地，买了房的老百姓收不到房，愤而掀起停贷风潮，拒绝再还按揭。这一连串事件彻底击碎了房地产长盛不衰的神话，老百姓对楼市的信心断崖式下跌，买房的观望不敢买，开发商卖不出去房子更没钱还债，土地拍卖纷纷流标，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雪崩，土地财政合则而渔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可以用几组现实数据来感受这场楼市寒冬对地方债务的冲击。2022年至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连年下滑，多个省份跌幅超过30%，部分3、4线城市几乎无人问津。曾经一地难求的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也出现地价跳水、底价成交的现象，土地卖不出去，地方政府一下子丢掉了最大一块收入来源，可同期需要偿还的债务却没有减少，于是债务负担急剧加重。以贵州省为例，这个西部省份过去靠贷款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和世界第一的大桥群，但当房地产不景气，土地卖不动后，庞大的债务压得财政透不过气。官方数据显示，贵州省政府债务余额在2022年底约 1.25 万亿元，高居全国前列，而该省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1000亿元，不足债务的1/10，仅债务利息支出每年可能就要数百亿，相当于财政吃紧的贵州在帮债主们打工，一边是入不敷出的腰包，一边是堆积如山的欠单，难怪贵州被视为最可能破产的省份之一。再看东北的辽宁省，老工业基础雄厚，但近年经济低迷，人口外流，辽宁财政收入早在几年前就陷入负增长，但政府债务却越备越多，收支缺口年年扩大。东北某些城市甚至出现发不出公务员工资、停发取暖补贴的窘境。由此可见，房地产泡沫一旦退潮，地方政府集体裸泳的财政困境便暴露无遗。除了债务和房地产，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更深层的因素：人口危机与老龄化。人口问题看似和政府破产无关，其实关系重大。中国在2022年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总人口6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此后每年都在减少。更严峻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萎缩，
出生率跌至全球最低行列。如今每对年轻夫妻平均生育不到1个半孩子，少子化严重到哪怕放开3胎也难挽回颓势。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对经济和财政是双重打击。一方面，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变少，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激增，养老和医疗支出却像滚雪球般增大。许多地方政府同时遭遇一缩一胀的夹击，收入来源萎缩，而刚性支出上升，财政压力雪上加霜。东北3省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计划生育时代，东北地区生育率极低，改革以来，年轻人大量外流南下谋生，留在本地的多为中老年人。早在2016年，黑龙江省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就出现巨额缺口，一度难以及时发放养老金，最后靠中央财政紧急补贴才解围。吉林、辽宁的情况也类似，缴费的年轻人生得少，走得多，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却逐年增加。个别城市几乎每2个在职人就要撑起一个退休老人。地方政府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还要往养老金窟窿里填钱，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支付危机。即使在较富裕的南方省份，老龄化问题也开始显现。沿海某些城市近年来不得不启动延迟退休，机关事业单位腾挪资金补充社保等措施，以缓解养老金压力。可这些治标不治本，难以抵挡银发浪潮的冲击。换句话说，人口结构的巨变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的底色。从前是年轻劳力充沛，遍地朝气蓬勃，现在是老人负担沉重，整体社会趋于保守节约，年轻人少了，买房的人就少了，消费的人也少了，老人多了，医疗和养老支出暴增，政府财政压力山大。长此以往，经济活力下降，财政收入更难高速成长，债务就更不可能靠发展自然化解。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更让人担忧的是，经济不景气还引发信任危机的连锁反应，进一步打击了政府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我们经常说金融，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如果老百姓不信任银行，不信任政府承诺了，经济问题就会转变成社会问题。近2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此类苗头事件。2022年，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突然冻结储户取款，引发上万名存款户的恐慌和抗议。储户们原以为银行存款天经地义是安全的，不料自己的钱竟取不出来，甚至一度被闯红灯般标记健康码阻止维权。虽然事后官方介入垫付了部分小额储户损失，但银行失信的阴影已经种下。很多普通人开始琢磨，我的钱存在银行真的保险吗？万一哪天我的银行也出事怎么办？同样的问号也打在理财产品和信托投资人心中。中国人向来喜欢存钱，但近年来为追求更高收益，不少人把积蓄投入所谓银行理财信托计划。过去银行和信托公司总是宣称产品稳健，刚性兑付，大众也习惯了，到期本息奉还。然而自2018年起，监管部门加强理财产品风险揭示后，陆续有 P2P 网贷、私募产品爆雷，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最新的一击发生在2023年，中国头部信托公司之一的中融信托等多家机构出现产品逾期，涉及资金上千亿元。这些信托计划背后，很多资金其实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当房企和地方政府自身还不起钱时，信托公司只能眼睁睁看着项目违约，而千千万万投资者这才惊觉，原来自己买的高收益理财对接的是如此高风险的底层债务，长期以来建立的金融信任因此被打破。如今提起理财、信托，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宁愿存银行拿微薄利息，也不敢乱投，成了新的心声。可是讽刺的是，就连银行存款本身也悄悄成为填补政府财政黑洞的工具。你可能想不到，地方政府借的巨额债务最终是由谁来买单？答案正是广大老百姓自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大多通过银行体系融资，而银行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千千万万储户的存款。当地方政府几千亿、几万亿地举债花掉，钱实际上就是从居民存款账户里转移走了，只不过银行账本上仍然显示你有存款余额，可那些钱早变成公路高架、水泥大楼了。
如果将来这些债务违约不还，实质损失的还是储户的钱。有人说政府不会破产，政府要破也是先把老百姓搞破产，虽是玩笑，却道出残酷的现实。当地方政府财政陷入绝境时，要么是他欠的钱不还，债权人遭殃，要么是由上级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还，全民买单，要么透过通货膨胀把债务冲淡，人民币购买力下降，还是全民买单。不管哪种情形，老百姓口袋都难逃损失。可以说，如今中国经济正经历一场全面的信任危机，老百姓不敢花钱，不敢投资，宁愿把钱存银行或买黄金藏家里。投资者不信任楼市和股市，看不到前景，纷纷退场观望。企业家不敢扩张生产，担心未来市场不确定性太大，甚至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在彼此担心对方会不会出问题。这种信任的崩塌，让经济雪上加霜，引发连锁性的经济寒冬。何谓经济寒冬？顾名思义，就是像冬天一般萧瑟低迷的经济状态。回顾2023年至2025年，中国经济的种种迹象确实带有浓重的含义。GDP 增速不断放缓，官方虽然还报 5% 左右的成长目标，但民间普遍感受与统计数字差距巨大，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倒闭潮迭起，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到统计局干脆停止公布相关数据。您或许注意到，最近街上店铺空置率在上升，招聘岗位却在减少。从前熙熙攘攘的工厂车间，现在产能过剩，有的开工不足，有的干脆停摆，居民消费也明显疲软。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报复性消费远低于预期，大部分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餐馆商场门可罗雀，不少家庭因预期悲观选择增加储蓄。中国家庭储蓄率一度飙至新高，钱躺在银行账上，不愿流入市场。为了刺激内需，央行这2年连续降息降准，大银行的存款利率一降再降，如今1年定存利率已跌破 2%，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低位。然而企业融资成本也在降。为什么经济仍不见起色？因为当大家对未来没信心，利率降再低也不敢贷款投资，不敢放手消费。有人把当前中国的经济状态比作90年代末的日本，甚至戏称步入了平成30年式的停滞。确实，通货紧缩阴霾笼罩，物价指数一度出现同比负增长，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寒冬的感觉扑面而来。不同的是，日本当年虽然经济停滞，但社会稳定，福利完善，而中国此刻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和社会转型压力，寒冬中还夹带着风雪交加。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逼向一个关键问题：中央政府究竟能不能，又愿不愿救地方政府脱离危机？过去我们总习惯想，地方出了事自有中央兜底，就像家长不会让孩子饿死一样。然而这次情况不太一样，坑实在太大，家长自身也捉襟见肘。北京当局当然不愿看到省级财政破产的戏码真实上演，否则将危及政权的稳定。所以近1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地方纾困，例如提前下达2026年专项债务限额，允许高风险地区多发债券，把未来空间提前用来化解存量隐性债。再如动用政策性银行资金，要求其向某些欠发达地区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偿还拖欠企业的款项，也就是欠了民营企业工程款、采购款太久还不上，只能借新钱来还。还有发行特别国债，给4大行补充资本金，让大银行有弹药继续支持地方融资平台，不至于资不抵债。最新的消息是，中央准备让省级政府发行1万亿元再融资债券，专门用来偿还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的欠债，等于中央开信用卡给各省救急。听起来北京已经出手相救了，那为何还说救不动呢？因为这些举措更像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靠借新债还旧债，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让债务窟窿越滚越大。1万亿的救助款对比几十万亿的总债务，不过杯水车薪。省级政府拿了中央钱去还一部分欠款，暂时缓解企业怨气，但过些时日又会欠出新债。更何况中央给的这笔救命钱其实也来自市场融资，最终可能还是要全体国民通过纳税或者银行体系去承担。所以与其说中央帮地方还了一笔债，
不如说把债务转移到了全国人民头上。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现在中央就大包大揽，一就了之，那往后地方政府是否会变本加厉继续乱花钱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态度很明确，钱可以给，但地方也得做痛苦的手术，不能光拿钱不改革。这1年以来，北京要求那12个重点债务高风险省份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该停的停，该缓的缓，一切先把债务稳住再说。这相当于勒令各地急刹车，别再借新债添旧债。然而刹车的后果就是经济进一步放缓，当地基建投资锐减，相关行业工人面临失业。在地方官员眼里，中央这硬着陆式的控债简直要他们的命债没报之前，经济可能先熄火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省份其实积极争取退出高风险名单。为什么？因为被列入名单后，什么建设都不能干了，投资项目必须上报审批，民间投资也不敢来，地方经济雪藏几年，更没有收入还债，那不就恶性循环吗？例如内蒙古前阵子成功摘帽，他们是靠着卖资产、压缩融资平台债务等激进手段，换取名义上风险等级下降。可是风险真的消除了吗？只是从明处转到暗处而已。即使有几个内蒙古、宁夏这样退出了名单，大局仍是捉襟见肘。12个高风险省走了俩，又会有新的地区陷入困境。一些原本财政情况较好的省份，如广东、江苏，也开始承受经济下行和房地产拖累，预算平衡愈发困难。换句话说，全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谁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央自己也很难独善其身。这几年中央财政赤字率节节攀升，2025年甚至突破 4%， 创下新高。中央财政也要过紧日子了，手头并不宽裕。回想2015年前后，中央每年还在替地方兜底养老金缺口，搞税制改革让利地方，如今却不得不反过来央地争利。例如加强税收直达中央，限制地方挪用专项资金等，就是为了防止财力继续往下渗漏。由此可见，北京不是真的不想救，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现有的财力去填地方债黑洞，根本填不满，完全不救又可能引爆金融危机和民生灾难。在两难之间，中央目前选择的是拖自觉，能拖则拖，尽量延长债务链条，不让它眼下炸，同时逐步给点药，让地方自己消化伤痛。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如果经济迟迟不见好转，债务问题又迟迟不得根治，那么时间拖得越久，风险累积就越大。或许某一天，某个省真的会被债务压垮，不得不宣布事实上的破产。其实破产这2字官方不会说，但可能会用各种委婉表述，比如财政重整、债务重组等。回想2021年黑龙江的鹤岗市，号称全国首个采取财政重整的地级市，政府关停合并了亏空的国企事业单位，大幅砍掉公务员支出，让上级代管一些公共服务，勉强维持基本运转。这种剧本今后很可能在更多欠发达地区上演。对老百姓而言，一个地方面临准破产状态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政府没钱了。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停滞，公务员工资冻涨甚至缩水，教师、医生等公共部门福利减少，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变着花样增加收费。例如有网友调侃，最近交通罚单变多了，天价罚款频出，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变相创收。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背后映射出政府财力困窘下向百姓伸手要钱的苗头。一旦地方政府信用破产，服务质量也难免下降，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投入都可能受影响。更危险的是，如果有省级政府债务违约拖累了本地银行，普通储户的存款安全就真要亮红灯了。试想，某省的城商行持有大量该省融资平台债券，一旦债券违约，银行资产严重亏损，轻则股东和高管撤换，被更大的银行接管，重则可能要限制提款。发新币诟病，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在国际上，地方政府破产通常伴随金融机构重整甚至倒闭。美国上世纪底特律市破产时，就有市政债券投资人血本无归。中国虽然有中央强力背书，不至于让大型银行轻易倒下，但中小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未必全都保得住。因此，老百姓手中的存款、理财、
将面临巨大的隐性风险。即使不发生极端的银行挤兑或倒闭，还有另一种更隐蔽的风险：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了对抗债务，中国未来很可能被迫走上适度通胀的道路。毕竟高通胀可以稀释债务人负担，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债务减记。虽然近期中国经济偏冷通缩，但不排除某个时点政府改变政策猛刺激，一旦物价飞涨，老百姓银行存款购买力将大打折扣。想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曾历经物价飞涨，居民存款利息赶不上通胀，结果储蓄户实际财富缩水，那其实就是政府在用通胀税替自己减债。难道未来还会重演吗？不少专家疾呼要警惕这种可能。讲到这里，我们大致梳理了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多重困境：10省破产的隐忧、房地产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金融信任危机、债务连锁反应，还有整体经济步入寒冬的趋势。真可谓乱云飞渡，风雨交加，每一项拎出来都够呛，而现在它们偏偏同时出现，相互交织。许多人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真的会发生地方政府大规模破产、金融崩溃的最坏情景吗？还是说会有什么转机出现，让我们渡过难关？遗憾的是，这恐怕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我们能做的是分析可能的走向，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乐观的人认为，中国政府手段还很多，一定能软着陆。比如有观点提出，可以发行特别国债，由央行认购，直接用央行印的钱帮地方还债，相当于一次性通过量化宽松解除危机。或者干脆学过去处理银行坏账的办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接管不良债务，坏账慢慢处置，给地方财政解套。再不济，中央还可以变卖庞大的国有资产来还债。国资委下那么多大型企业，随便拆几个巨头卖股权就能换回上万亿。但现实中，每一条路都有难以承受的代价。央行放水虽爽，可带来的通胀会否失控？资产管理公司能接多少烂账？又能否卖出价格？卖国有资产更是牵涉利益盘根错节，怎能轻易动刀？可以预见，没有哪种方案是代价全无的免费午餐。而悲观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这次恐怕难逃衰退宿命，甚至有激进的声音预测，债务压力和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历史上经济崩溃往往伴随政权更替，虽然这种观点目前还属少数，但并非全无依据。当前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信心严重受挫，年轻世代弥漫摆烂和躺平情绪。如果生活水准继续下降，失业问题恶化，财富缩水严重，长久以往势必影响社会稳定。要知道，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政治问题。执政者显然深知这个道理，不会坐视失控。然而经济规律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行压制矛盾也许只会积蓄更大的压力。无论未来剧本如何发展，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未雨绸缪，做好生存准备总没有错。在巨变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一份经济寒冬生存指南。那这份指南包括什么内容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意识。以前大家习惯了高速发展年代的思维，认为工作稳定，收入年年涨，房价只涨不跌，钱存在银行一定安全。现在环境变了，必须改变老观念。例如，如果你身处那10几个财政高风险省份之一，或者你的职业直接仰赖当地财政开支，比如公务员、教师、基建工程承包商等，就要有心理准备。收入可能降低甚至拖欠，养老金可能延迟或调降，过去视为铁饭碗的岗位也可能出现变数。你也许应该考虑开源节流。开源方面，积极提升技能，增加副业，以备不时之需。节流方面，谨慎对待大额支出和负债，不要再轻易举债消费或投机，特别是对于房贷这类长期负担，要量力而行，切忌因盲目乐观而背上还不起的债务。其次，在资产配置上要更加多元稳健，切忌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以前许多人把几乎全部身家都压在房产上，认定买房就是保障。可现在不少城市房价下跌，二手房有价无市，房子不再是保值利器。如果你所在城市人口流失严重，供过于求，那么持有多套房产反而可能成为累赘。适当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
把部分资金转为现金或流动性强的资产，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银行存款依然是比较安全的选项，但要注意挑选大型国有银行等相对稳健的机构，尽量避免把巨额资金存进小银行、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在保险范围内适度拆分多家银行存款，也是控制风险的方法之一。另外，可以考虑适当配置一些抗通胀资产，比如黄金、抗跌的消费类股票、优质债券等。如果对人民币未来走势担忧，也可以持有少量外币或海外资产作为对冲，不过一定要合法合规，切勿听信地下钱庄或非法移资渠道，以免惹上麻烦。总之，资产配置上要做最坏打算，留有余地，既防范通胀侵蚀，也防范极端情况下的取款难。再次，要关注政策变化和社会动向，及时调整自己的计划。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关口，很多政策还在探索磨合期，比如房地产税、养老金改革、户籍制度变动等等，都可能很快落地，影响你的财务和生活。保持对新闻时事的敏感，读懂政策信号，才能提早做好准备。例如，如果将来某地试点财政重整，那在当地经商的人可能就要小心政府合同和欠款问题。如果哪天宣布提高退休年龄或降低养老待遇，那接近退休的人就要重新规划自己的工作和存款。又比如，一旦政府推出强制购买地方债的号召，哪怕打着爱国储蓄旗号，你也要衡量风险，不宜盲目把积蓄全投进去。社会层面要注意民生舆情，如果发现周围社区有人因金融产品踩雷聚众维权，企业员工因欠薪罢工等，这些都是经济压力传导的信号灯，意味着环境在恶化，要更加谨慎行事。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心理上的准备。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日子，很多人对苦日子毫无概念。一旦经济真的持续低迷，失业潮和降薪潮来临，心理落差和焦虑在所难免。所以我们需要调整心态，正确认识这场经济冬天。寒冬并非世界末日，它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我们的父辈祖辈也曾度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依靠坚韧和节俭挺了过来。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习惯了富足，但也有必要学会降低期望，适应逆境。或许短期内财富不再高速增长，职场晋升变慢，甚至生活品质有所下降，但只要保持理性和毅力，依然可以寻找到新的机会。要知道，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经济困难往往倒逼改革和创新，当旧的模式走到尽头，新的模式必将破土而出。也许在这轮洗牌后，一批具备真本事的实业公司会脱颖而出，取代那些靠杠杆泡沫过日子的投机者。也许政府会痛定思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清理冗员和低效投资，让资源配置更健康。对个人而言，每一次经济低谷也是自我提升和沉淀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在寒冬中练好内功，储备实力，那一旦春天再临，就能把握新的风口。当然，我们也要做好最坏情况下的生存预案。假如真的出现个别地区财政崩溃、社会动荡，我们要确保家人和自身的安全。有条件的可以考虑购买一些紧急情况下可用的物资储备，诸如一定的现金，以备 ATM 取款困难时用，生活必需品等。但不必过度恐慌，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差异很大，就算局部出问题，仍有其他地区保持稳定。必要时，可以灵活选择居住地和就业方向，比如某些省情况太糟，可以考虑前往经济中心城市寻找机会。总之，保持行动的灵活性和资讯的畅通，在变局中才能立于不败。说到这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这份中国经济寒冬生存指南的要点梳理。回望过去，我们曾共同经历高速增长带来的喜悦，也正在共同承担高速增长后遗症的阵痛。10省破产的骇人传闻折射出的是整个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危局。我们每个普通人虽然无力左右大局，但至少可以从自身做起，强化风险意识，调整资产配置，提升技能和心理韧性，为自己和家人打造一个相对稳固的避风港。就像冬天终将过去，春天迟早会来，经济寒冬或许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周期。重要的是，我们要穿越寒冬而不倒，等待下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最后，
我想以一个问题结束今天的话题：当前的困境究竟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会是不堪重负的断裂，亦或是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历史的答案尚未揭晓，但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巨变中寻找出路。在这寒冷的冬夜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当大厦将倾时，你准备好了吗？你的省份上榜也罢，你的存款安不安全也罢，唯有提早蕴藏过冬的粮食，砥砺生存的意志，才能笑看风雪，迎来春暑。让我们共勉，熬过这场经济寒冬，静待冰雪消融的那天。